我妈做了28年，开豪车住别墅的地下情人，一辈子无名无分，直到我爸临终前，颤抖着从枕头下翻出结婚证。父亲咽气前的半小时，他的手一直在枕头下摸索。我以为他在找什么重要文件，俯身帮他掀开枕头。枕头下面压着一个发黄的牛皮纸袋，用红绳系得很紧。父亲的手指已经没有力气解开绳结，只能一次次徒劳地抓握。爸，你要找这个？父亲的眼睛突然睁大，嘴唇翕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解开红绳，从纸袋里抽出一本暗红色的册子，那是一本结婚证。我愣住了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几个字，已经褪色泛黄，但能看出保存得很好，没有一丝折痕。我翻开第1页，看到了父亲的照片，还有另一个女人的照片。那是我母亲，照片上的她大概25、26岁，穿着白衬衫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笑得腼腆而拘谨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，我已经3岁了。不对，这个逻辑不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母从来没有结过婚。母亲是父亲的情人，是那个住在别墅里，开着豪车，却永远不能见光的女人，是那个我和弟弟从小被要求叫于阿姨的女人。爸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我的声音在发颤。父亲用尽全身力气，抬起手，指了指结婚证上的日期，1994年3月17日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1994年3月17日，距离我出生只有半年。如果这本结婚证是真的，那母亲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是父亲的合法妻子了。可是，老赵，门外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。父亲的正室李秀云冲了进来，他看到我手里的结婚证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他想来抢，被我躲开。这是我爸的东西。你妈那个狐狸精，连这种假证都敢伪造。李秀云的声音都劈了。我才是你爸的合法妻子，我和他1990年就领证了。我看着手里这本1994年的结婚证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李秀云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对到我面前。照片上也是一本结婚证，上面的日期确实是1990年8月5日，男方是父亲，女方是李秀云。看见了吗？我才是原配，你妈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。我转头看向父亲，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，但嘴角还挂着一丝诡异的笑，像是终于完成了某个重要的使命。床边的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。父亲走了，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解释，只留下这本让所有逻辑都无法自洽的结婚证。3天后，在父亲的葬礼上，母亲一直站在人群最边缘的位置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没有哭，也没有上前。李秀云带着他的2个儿子站在灵堂最中央，接受所有人的慰问，仿佛他才是这场葬礼的主角。我走到母亲身边，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冰凉，在微微颤抖。妈，这本结婚证是真的吗？我把那本证书递到她面前。母亲看了一眼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结婚证紧紧攥在手心里，然后转身离开了葬礼。我追出去，看到他坐进那辆父亲给他买的白色奔驰，车子开走的时候，他终于崩溃地趴在方向盘上，整个身体都在抽搐。我站在殡仪馆门口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雨雾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母亲。母亲叫于兰，
至少在我的认知里，他叫这个名字。他住在东山别墅区的一栋3层小楼里，那是父亲在2005年给他买的房子。房子的户主名字是父亲的公司，物业费和水电费都由公司财务直接转账，就连保姆都是公司派来的。母亲住在那里，像是住在一个精致的监狱。我和弟弟赵明远每周会去看他一次，但从小到大，父亲都要求我们叫他于阿姨。在外人面前，一定要叫于阿姨。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严肃，记住了吗？那年我7岁，赵明远5岁。我们似懂非懂的点头。后来我慢慢明白了，父亲有2个家。一个是他和李秀云在市中心的婚房，那里住着他的正室和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；另一个是东山别墅，住着我们的母亲和我跟弟弟。父亲的时间分配很公平，周1到周4在市中心的家，周5到周日在东山别墅。节假日就更复杂了，通常是上午在市中心吃团圆饭，下午开车来东山别墅陪我们。母亲从来不抱怨，她每天的日程非常规律，早上6点起床，去别墅区的公园慢跑5公里，回来后做早餐，然后开始打理花园。下午她会去学插花、学茶艺、学画画，晚上在家看书。她很少出门，即使出门也总是戴着墨镜和口罩，开车去很远的商场购物，仿佛害怕被人认出来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？我在大学时曾经这样问她。母亲当时正在修剪玫瑰花，听到这话，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。我不需要工作，你爸爸会照顾我们。可是你这样不觉得憋闷吗？母亲转过头看着我，笑了笑，习惯就好。那个笑容让我心里一阵刺痛。母亲那年才45岁，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，但她的眼神里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疲惫和麻木。我曾经偷偷问过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妈结婚？父亲当时正在书房处理文件，听到这个问题，他放下笔，沉默了很久。有些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妈妈配不上赵家。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恶意，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。她出身不好，没有学历，进不了我们的圈子。如果我娶她，我妈会和我断绝关系，公司也会有麻烦。那你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？父亲看着我，眼神突然变得很柔软，因为我爱她。这句话像一个悖论，在我心里盘旋了很多年。你爱她，但你不娶她；你给她豪宅和豪车，但不给她名分；你让她给你生了2个孩子，但要求孩子叫她阿姨。这就是父亲口中的爱。父亲去世后的第1个周末，我去东山别墅看母亲。她一个人坐在花园里，面前摆着一套茶具，但杯子是空的。她就那样坐着，看着远处的山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石像。妈，我叫她。她转过头，冲我笑了笑，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。坐吧，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我坐下来，看着她的脸。母亲50岁了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没有太多皱纹。她总是穿着得体的衣服，化着淡妆，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。她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，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这栋别墅里，供人欣赏，但不能触碰。妈，那本结婚证，我试探着问。母亲的手微微一抖，茶杯碰到了茶壶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别问了，她说。
可是我想知道，有些事情知道了更痛苦。母亲打断我，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你爸爸走了，就让那些事情跟着他一起埋掉吧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有一本结婚证可以证明他的身份，为什么他还是选择沉默？为什么他宁愿继续做地下情人，也不愿意争取自己的权利？李秀云说那是假证。我说，母亲苦笑了一下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可是赵念初，母亲突然叫了我的全名，这让我愣住了。她很少这样叫我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哀。你知道吗？这28年来，我最怕的不是别人说我是小三，不是李秀云骂我狐狸精，也不是你和明远叫我阿姨。那你最怕什么？我最怕你爸爸有一天突然不要我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终于忍不住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下来。我第一次看到母亲这样失控的哭泣。她一直是个很克制的人，哪怕受了再大的委屈，也总是一个人默默消化。但现在，她像个孩子一样，蜷缩在椅子里，肩膀不停地抽动。我走过去抱住她，感觉她的身体在我怀里颤抖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是你的错，母亲说，是我自己选的路。她从我怀里抬起头，抹掉眼泪，勉强笑了笑。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我不放心，想多待一会儿，但母亲坚持要我离开。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她又坐回花园里，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车里，反复看着那本结婚证。证书上的日期是1994年3月17日，颁证机关是本市民政局。照片上的母亲年轻而青涩，笑容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幸福。我拿出手机，查了一下我的出生日期，1993年9月8日。如果这本证是真的，那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，还没有和父亲结婚。但为什么要等到我出生半年后才领证？还有李秀云的那本证，日期是1990年。如果他的证也是真的，那父亲就是在和李秀云结婚4年后，又和母亲领了证。一个男人2本结婚证，这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，会不会有一本是假的？第二天一早，我拿着那本结婚证去了民政局。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3楼，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，才轮到我。工作人员是个40多岁的女性，戴着老花镜，看到我递过去的结婚证，愣了一下。查档案？对，我想确认一下这本证的真伪。她接过证书，翻看了一下，然后在电脑上敲了一串数字。等待的那几分钟，我的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。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，是希望这本证是真的，证明母亲不是小三，还是希望它是假的，这样至少一切还能维持表面上的逻辑。查到了，工作人员说1994年3月17日，男方赵建国，女方。他突然停住了，看着电脑屏幕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怎么了？我问。这个女方的名字，他抬头看着我。你确定要查吗？确定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出来。女方叫于涵，不是于兰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你再说一遍。登记的名字是于涵，涵是寒朗的寒。工作人员把电脑屏幕转过来给我看，但是这张照片，他指着结婚证上母亲的照片，又指着电脑上显示的档案照片，2张照片上是同一个人。
照片是同一个人，但名字不一样。我喃喃道。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，工作人员说，有可能是当事人后来改了名字，但没有更换证件。你可以去户籍管理处查一下。我拿着结婚证走出民政局，手心全是汗。于涵，母亲的真名不是于兰，而是于涵。可是她为什么要改名字？什么时候改的？改名字需要正当理由，她又是因为什么改的？我打电话给弟弟赵明远，他正在国外读研究生，听到这个消息也愣住了。于涵，你确定？我在民政局查的档案不会错。那我们妈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说。而且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，李秀云也有一本结婚证，日期比妈妈的早4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哥，你说会不会？赵明远的声音有些发抖。会不会爸爸犯了重婚罪？我心里一沉。重婚罪？如果父亲真的和2个女人同时保持合法婚姻关系，那确实构成重婚。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完全可以只和一个人结婚，另一个保持同居关系，这样虽然在道德上有瑕疵，但至少不违法。可他偏偏弄了2本结婚证。我再查查，我说，你先别告诉妈。挂了电话，我开车去了户籍管理处。户籍管理处的档案是在地下1层，光线很暗，空气里有一股霉味。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男孩，听说我要查户籍变更记录，要我填了一张申请表。查谁的？于兰，还有于涵。他在电脑上敲了半天，然后说，于兰查到了，身份证号是，他报了一串数字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母亲的身份证照片，对比了一下号码，完全一致。那于涵呢？我问。于涵没有查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这个人的户籍记录。工作人员说，你确定名字没写错吗？确定。那就奇怪了，他挠挠头。按理说，如果有结婚证，就一定有户籍记录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这个人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。被注销了。我的后背突然冒出一层冷汗。户籍被注销，通常只有2种情况，一是移民国外，二是死亡。能查到注销原因吗？我问。这个需要公安系统的权限，我们这边查不到。工作人员说，你可以去派出所试试。我走出户籍管理处，坐在车里，脑子一片混乱。母亲的真名是于涵，但于涵这个人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。现在使用于兰这个名字的人到底是谁？我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。会不会母亲根本不是于涵？会不会她一直在冒用别人的身份？我拿出手机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妈，你的身份证是什么时候办的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就是想知道。很久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念出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妈，你的真名是不是叫于涵？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。妈，我叫了好几声，对面都没有回应。过了很久，母亲的声音才重新响起，但已经变了调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去查了结婚证的档案。我说，妈，于涵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改名字？别查了，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乞求的颤抖，求你了，别再查了。可是我求你了。他挂了电话，我打过去，但他再也没有接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
脑海里反复出现那本结婚证，还有母亲惊恐的声音。他在害怕什么？第二天，我决定去一趟父亲的书房。父亲生前把所有重要的文件都锁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我记得他有个习惯，会把重要密码写在一个小本子上，藏在书桌的暗格里。我找到那个暗格，果然翻出了一个黑色的小本子，本子上记着各种密码，银行卡、保险柜、公司邮箱。我找到保险柜的密码，输入进去，门开了。保险柜里有很多文件，房产证、股权证明、银行存折。我一样一样翻看，在最底层，我看到了一个小木盒。木盒很旧，边角已经磨损了，上面落了一层灰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，还有几封发黄的信。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有3个人，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另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，同样的五官，同样的身材，连发型都几乎相同。唯一的区别是，那个女人笑得更灿烂，更自信，而母亲站在她身边，笑容显得拘谨而小心翼翼。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是父亲的笔记：1993年，于涵、于兰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于涵、于兰，2个名字，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她们是双胞胎。我拿着照片冲出家门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开车直奔东山别墅。路上我给母亲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但她一个都没接。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上2个女人的脸，她们长得太像了，像到如果不是站在一起对比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到了别墅门口，我连车都没停好，就冲了进去。妈，妈！我大喊。母亲正在客厅里，听到我的声音，转过头，脸色煞白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把照片狠狠拍在茶几上。这是谁？母亲看到照片，身体明显晃了一下，她扶着沙发扶手，才勉强站稳。你从哪儿找到的？爸的保险柜里。我盯着她。妈，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？母亲没有回答，她慢慢坐下来，看着照片，眼泪无声的流下来。她是我姐姐，母亲说，声音很轻。我的双胞胎姐姐，于涵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那你为什么叫于兰？因为于涵是我姐姐的名字，我叫于兰。母亲说，姐姐是姐姐，我是我。可是结婚证上写的是于涵。我说，和爸结婚的人是于涵，不是你。母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对，和你爸结婚的人是我姐姐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那你是谁？母亲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绝望的悲哀。我是于兰，你爸的情人。我姐姐于涵才是你爸的原配妻子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感觉天旋地转。可是姐姐呢？她现在在哪里？母亲闭上眼睛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她死了。1996年，车祸。那年我3岁，赵明远1岁。姐姐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在现场，母亲的声音开始发颤，她当场就没了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断了气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爸让我冒充他，继续以于涵的身份生活。母亲说，他说，如果姐姐死了，你和明远就没有妈妈了。他让我留下来，代替姐姐照顾你们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可是李秀云呢？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李秀云是你爸在商场上认识的，你爸的妈妈，也就是你奶奶，
非常喜欢李秀云，逼着你爸和她结婚。母亲说，1990年你爸和李秀云结婚了，但他心里爱的是我姐姐。那你呢？我的声音都在抖。你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？母亲苦笑了一下，我只是一个替身。什么意思？你爸爱的是我姐姐，不是我。母亲说，但姐姐死了，他需要有人陪伴，需要有人照顾你们，所以他让我留下来。我长得和姐姐一模一样，他看着我，就好像姐姐还活着。我听着这些话，感觉心脏像是被人用手狠狠攥住。所以这28年，你一直在假装是姐姐。对，母亲点点头。我用姐姐的名字，住在姐姐的房子里，照顾姐姐的孩子。但我不能光明正大的生活，因为于涵已经死了，户籍已经注销了。我只能一直躲着，像个幽灵一样活着。那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名字？因为你爸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于涵已经死了。母亲说，他觉得只要我顶着姐姐的名字，姐姐就还活着。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个笑容，那个诡异的完成了某个使命的笑容。他给我看那本结婚证，是想告诉我什么？妈，爸在临终前给我看了那本结婚证。我说，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母亲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。他是不是想让我知道真相？可能吧。母亲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娶我姐姐。那本结婚证是他唯一能证明他们曾经在一起的东西。我看着母亲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心酸。他爱父亲吗？他一定爱，否则他不会愿意用28年的时间假扮成姐姐，活在别人的阴影里。但父亲爱他吗？不爱。父亲爱的是于涵，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。母亲只是一个替身，一个影子，一个用来寄托思念的工具。妈，你后悔吗？我问。母亲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那个笑容比哭还难看。后悔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母亲去开门，李秀云带着她的2个儿子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于兰，你给我出来！李秀云的声音尖锐刺耳。母亲站在门口，没有说话。你还有脸待在这里？李秀云指着母亲的鼻子骂，老赵死了，你这个狐狸精就该滚了。这栋别墅是老赵公司的资产，现在公司归我儿子管，你马上给我搬出去。李秀云，你说话客气点。我走到门口，挡在母亲前面。客气？我凭什么跟一个小三客气？李秀云冷笑，你妈那本假结婚证我已经拿去鉴定了，民政局说根本查不到登记记录，就是一本假证，你们还想拿这个骗遗产？做梦！查不到登记记录，我愣住了。可是我明明在民政局查到了档案，怎么可能查不到？李秀云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说。我血口喷人？李秀云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去民政局开的证明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赵建国只有一次婚姻登记记录，登记对象是我李秀云，你们那本证就是假的。我接过手机，看着那张证明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证明上确实写着赵建国，男，身份证号，婚姻状况，已婚，配偶李秀云。婚姻登记记录，一次，时间1990年8月5日。只有一次。可是我明明查到了94年的那次登记，怎么会只有一次？怎么样，没话说了吧？李秀云得意的笑，你妈就是个骗子，拿着假证想骗遗产。我告诉你，
门儿都没有。母亲站在我身后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她只是静静地听着李秀云骂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妈，你说话啊！我转过身，急切地说，你告诉他，那本证是真的。母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碎的平静。算了，她说，让他骂吧。什么叫算了？我急了，那本证明明是真的，为什么要认？因为他说的对，母亲说，我确实配不上你爸，我就是个见不得光的情人。妈，念初，你走吧，母亲说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我不走。走。母亲的语气突然变得很严厉，这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事，你不要管。他说完，转身进了屋子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站在门外，看着李秀云得意的嘴脸，突然有一种无力的愤怒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说，我会证明那本证是真的。随便你。李秀云冷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一个死人的证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我愣住了。死人的证？李秀云知道于涵已经死了。我开车回到家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李秀云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，一个死人的证。他知道于涵已经死了。那他还知道什么？我拿出手机，给弟弟赵明远打了个电话。哥，怎么了？明远，你记得奶奶吗？奶奶？赵明远愣了一下。你是说爸那边的奶奶？我不太记得了，好像在我5、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？不太记得。赵明远说，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想知道奶奶当年为什么那么反对爸和妈在一起。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因为妈出身不好，配不上咱家。赵明远说，爸公司那么大，奶奶肯定希望爸娶个门当户对的。李秀云家里有钱有势，所以奶奶就选了他。如果只是因为出身，为什么爸在奶奶去世后也没有和妈结婚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赵明远说，哥，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我把这2天查到的事情告诉了他。结婚证上的名字是于涵，母亲有个双胞胎姐姐，姐姐在96年车祸去世，母亲冒充姐姐生活了28年。赵明远听完半天没说话。所以我们的妈妈其实是姨妈。她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从血缘上说，是的，我说，但她养育了我们28年，她就是我们的妈妈。天啊！赵明远喃喃道，那爸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让妈妈冒充姨妈？我也想知道，我说，而且李秀云好像知道于涵已经死了，她今天说了一句死人的证。她怎么会知道？我也不清楚。我说，明远，你能不能回国一趟？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我尽快订机票。赵明远说，哥，你说会不会姨妈的死不是意外？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会不会有人故意害死了姨妈，然后让妈妈顶替她？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别乱想，我说，但我自己心里也开始怀疑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车里，脑子里反复回想母亲说的话。她说，姐姐出车祸的时候，她在现场。她说，姐姐当场就没了。她说，父亲让她冒充姐姐，继续生活。这一切听起来合理，但又处处透着诡异。如果父亲真的那么爱于涵，为什么于涵死后，他不但没有公开他的死讯，反而让母亲冒充他？如果只是为了给我和弟弟一个妈妈，完全可以让母亲以自己的身份生活，为什么要他假扮姐姐？还有那本结婚证，
如果于涵已经死了，户籍已经注销了，为什么民政局的档案里还有1994年的登记记录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我决定去找一个人。父亲生前有个司机叫老张，跟了他20多年。如果有人知道当年的事，那一定是老张。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，约他在一家茶馆见面。老张今年60多了，已经退休，住在城郊的一个老小区里。他听说我想问当年的事，脸色有些为难。念初啊，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何必再翻出来呢？张叔，我必须知道真相。我说，我妈妈这28年活得太苦了，我想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老张叹了口气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然后说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吧，但你听完不许去找你妈妈的麻烦。我保证。老张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始讲述。你妈妈和你姨妈，也就是于涵和于兰，他们俩是双胞胎，从小感情就特别好。你爸认识他们的时候是89年，那年你爸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在公司实习。你爸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于涵。于涵那时候在你爸公司做前台，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开朗，你爸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。但你奶奶不同意，说于涵出身不好，配不上赵家。你奶奶给你爸安排了很多相亲，最后看中了李秀云，逼着你爸和她结婚。90年，你爸和李秀云结婚了，但你爸心里还是放不下于涵，经常偷偷去找她。于涵也喜欢你爸，两个人就这样好上了。93年，于涵怀孕了，生下了你。你爸想和李秀云离婚娶于涵，但你奶奶坚决不同意，还威胁要断绝关系。你爸没办法，只能让于涵一个人带着你。94年，你奶奶突然病重，你爸觉得趁这个机会可以和于涵领证了。他偷偷带着于涵去了民政局，领了结婚证。我打断他，可是李秀云呢？爸和他不是还没离婚吗？老张苦笑了一下，这就是你爸做的手脚了。他找人伪造了一份离婚证明，拿着这份证明和于涵去登记的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所以爸和姨妈的那本结婚证是假的？不，证是真的。老张说，民政局的登记也是真的，但前提是假的。你爸用伪造的离婚证明骗过了民政局，和于涵领了证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奶奶去世了，你爸本来想公开和于涵的关系，但李秀云不干了。他说，如果你爸敢和他离婚，他就去举报你爸的公司有财务问题，到时候你爸就要坐牢。你爸没办法，只能继续维持着两头的关系，白天应付李秀云，晚上去陪于涵。1995年，于兰怀孕了，生下了你弟弟。我愣住了，等等，于兰不是于涵？老张点点头，对，是于兰。怎么回事？因为于涵在95年就已经死了。老张说，不是96年的车祸，是95年在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死了。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你说什么？于涵死于难产。老张说，那天我开车送她去医院，她进了产房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，孩子也没保住。那我弟弟，你弟弟是于兰生的。老张说，于涵死后，你爸让于兰代替姐姐，继续以于涵的身份生活。于兰本来就长得和姐姐一模一样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。于兰当时怀着孕，她不想打掉孩子，你爸就让她继续怀着，然后对外说那是于涵的孩子。我的手在发抖。
所以母亲不是假扮姐姐28年，而是假扮了29年。所以弟弟不是于涵的孩子，而是母亲的亲生儿子。所以那场96年的车祸根本不存在。那96年的车祸是怎么回事？我问。那是你爸编的，老张说，因为于涵的户籍一直没注销，你爸怕被人发现，就伪造了一份车祸证明，把于涵的户籍注销了。对外的说法就是于涵在1996年车祸去世。我闭上眼睛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妈就在骗我。不是骗，老张说，她是在保护你们。如果当年的事情被揭发出来，你爸要坐牢，你们一家都完了。于兰选择假扮姐姐，就是为了让这个家能够维持下去。可是她为什么要承受这些？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她爱爸爸吗？老张沉默了很久，才说他爱，但你爸不爱他。什么意思？你爸爱的是于涵，从头到尾都是。老张说，于兰只是于涵的影子，你爸看着他，就好像于涵还活着，但他心里知道他不是于涵。所以这28年，于兰活在姐姐的阴影里，假装成姐姐的样子，说姐姐会说的话，做姐姐会做的事，甚至连性格都要模仿姐姐。她失去了自己，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的眼泪突然掉下来，我想起母亲那些年的笑容，那些小心翼翼的笑容，那些拘谨而克制的笑容。原来她不是天生就那么温顺，而是为了假扮姐姐，把自己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。张叔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抹掉眼泪，李秀云为什么知道于涵已经死了？老张的脸色变了变，因为当年于涵难产的时候，李秀云也在医院。什么？那天李秀云生病住院，正好和于涵在同一家医院。老张说，他亲眼看到于涵被推出产房，看到医生宣布死亡。但你爸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保密。李秀云答应了，但他留了一手，偷偷拍了照片作为把柄。这些年，李秀云一直用这件事威胁你爸，你爸每年都要给他一大笔封口费。我的拳头狠狠砸在桌子上。所以李秀云一直在敲诈爸爸。对，老张说，你爸这些年赚的钱，至少有一半都给了李秀云。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。我要去找他。别冲动，老张拉住我，你现在去找他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我不管。我甩开老张的手，冲出茶馆。我开车直奔李秀云家，一路上脑子里全是母亲这28年受的委屈。她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，假扮成姐姐的样子，活在父亲的监视下，活在李秀云的威胁下，活在所有人的指指点点下。她从来没有怨言，从来没有反抗，只是默默承受着一切。到了李秀云家门口，我按响门铃。开门的是李秀云的大儿子，他看到我，脸色一沉，你来干什么？让李秀云出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我妈不在。不在我就等。我推开他，冲进屋里。李秀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我，脸色变了变。赵念初，你闯进我家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于涵是怎么死的？我一字一句地问。李秀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都知道了。我说，你这些年一直在敲诈我爸，用于涵的死威胁他，是不是？那又怎么样？李秀云突然站起来，气急败坏地喊，是你爸先对不起我，他和我结婚，还和那个狐狸精纠缠不清，我为什么不能拿钱？那是我应得的。你应得的？
我冷笑，你就是个吸血鬼，我爸这些年给了你多少钱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老赵死了，这事儿没完。李秀云说，那栋别墅，那些财产都得分给我儿子，你妈那个骗子，一分钱都别想拿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李秀云冷笑，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我手里有证据，有照片，有你爸当年伪造离婚证的证据，我要是把这些都曝光出来，你爸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你曝光啊，我被他气笑了，你以为我会怕？那我们就法庭见。李秀云说，到时候看谁更丢人。我盯着她，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可悲又可恨。她用了一辈子从我父亲身上榨取金钱和地位，但她得到了什么？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，一个虚伪的正式身份，还有2个养尊处优、毫无能力的儿子。你等着，我说，我会让你吐出来你拿走的一切。我转身离开，开车回到东山别墅。母亲还坐在花园里，天已经黑了，她没有开灯，就那样坐在黑暗里，像一尊石像。妈，我走到她身边，蹲下来。母亲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眶是红的。你都知道了？我点点头。妈，对不起，我说，我不该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。母亲摇摇头，不是你的错。为什么？我问，为什么你要假扮姐姐？为什么你要忍受这一切？母亲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因为我爱你爸。可是他不爱你。我知道，母亲说，但没关系，我爱他就够了。他看着远处的山，声音很轻，你知道吗？你姐姐临死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照顾好你爸，照顾好你。我答应他了，我不能食言。所以这28年，我一直假装成姐姐的样子，学她说话，学她走路，学她笑。我把自己变成她，这样你爸看着我的时候，就好像他还活着。我知道他心里爱的是他，不是我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他幸福就好。我的眼泪掉下来，抱住母亲。妈，你太傻了。是啊，我很傻。母亲拍拍我的背，但我不后悔。那天晚上，我陪着母亲坐在花园里，一直到天亮。第2天，弟弟赵明远从国外赶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抱住母亲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妈，你受苦了。母亲摸着他的头，眼泪又掉下来。明远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母亲把当年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讲到姐姐难产去世，她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讲到父亲让她假扮姐姐，她的声音开始发抖。讲到这28年的隐忍和委屈，她终于崩溃大哭。我真的好累，母亲说，我每天都要假装成另一个人，我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，甚至连笑都要笑得和他一样。我常常对着镜子，看着镜子里的人，我都不知道那是我还是他。有时候我会忘记，我到底是于兰还是于涵。赵明远抱着母亲，妈，以后你不用再假装了，你就做你自己。母亲摇摇头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做了28年的于涵，我已经忘记于兰是什么样子了。我看着母亲，心里一阵刺痛。她为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，放弃了自己的身份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名字。她活成了姐姐的样子，但她自己呢？她到底是谁？接下来的1周，我和赵明远开始整理父亲的遗产。父亲生前留下了一份遗嘱，但遗嘱上只写了财产的分配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母亲身份的事情。按照遗嘱，
父亲的财产分为3份，一份给李秀云和他的2个儿子，一份给我和赵明远，还有一份留给于涵。但问题是，于涵已经死了。李秀云拿着这份遗嘱，声称那笔留给于涵的财产应该归还给父亲的遗产，然后由他的儿子继承一部分。我和律师商量了很久，律师说，如果要证明母亲有权继承那笔财产，就必须证明他就是于涵，或者证明他是于涵的法定继承人。但这2点都很难证明。母亲用的身份证是于兰，户籍上也是于兰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于涵。而于涵的户籍早在1996年就被注销了，法律上他已经死亡，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。所以那笔钱我们拿不到。赵明远问，除非，律师犹豫了一下，除非你们能证明于涵和于兰是同一个人，或者证明于兰有权使用于涵的身份。怎么证明？需要 DNA 鉴定，还有身份证明，律师说，但最关键的是，你们需要找到证据，证明当年的身份替换是合法的，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于涵本人的授权。我和赵明远对视一眼，都觉得这几乎不可能。姐姐已经死了，他怎么可能授权母亲使用他的身份？还有一个办法，律师说，你们可以去法院起诉，要求确认于涵的死亡，然后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那笔财产。继承人？对，如果于涵没有直系亲属，那他的财产应该由他的姐妹继承。律师说，你们的母亲于兰作为于涵的双胞胎姐妹，有权继承那笔钱。这个办法听起来可行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要证明母亲是于涵的姐妹，就必须证明于涵已经死了。而一旦证明了于涵已经死了，就等于揭开了父亲当年的所有谎言，包括伪造离婚证、隐瞒死亡，让母亲冒名顶替。这些事情如果曝光，父亲的名誉会彻底毁掉。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算了，她说，钱我不要了。妈，那可是一大笔钱。赵明远急了，爸留给你的，凭什么让李秀云拿走？明远，听妈的话。母亲说，如果要拿那笔钱，就必须揭开当年的事，到时候你爸的名声就毁了。我不想这样。可是妈，我说了，我不要。母亲的语气很坚决，你爸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名声，我不能让他死后还被人指指点点。我看着母亲，突然明白了他这28年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委屈。因为他爱父亲，爱到愿意为他放弃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尊严、自己的身份，甚至自己的名字。妈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问。母亲笑了笑，甘不甘心有什么用呢？事情已经这样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，穿着职业装，提着公文包。请问，这里是于兰女士的住处吗？是的，您是？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受人委托来给于兰女士送一份文件。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，我打开纸袋，里面是一份法律文书，抬头写着遗产继承确认申请。我快速浏览了一遍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是李秀云申请的法律程序，他要求法院确认于涵已经死亡，并且确认那笔留给于涵的财产应该由他的儿子继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母亲问。李秀云在抢遗产，我说他要法院宣布于涵已死，然后以父亲法定配偶的身份继承那笔钱。
母亲的脸色变得煞白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妈，我们必须应诉。赵明远说，如果不应诉，那笔钱就真的被他拿走了。可是应诉的话，就要公开当年的事。妈，已经没有选择了。我说，李秀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了证据。如果我们不反击，只会让他更嚣张。母亲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，那就应诉吧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们开始准备材料，联系证人，调取档案。我们找到了当年医院的病历，证明于涵确实死于难产。我们找到了民政局的登记记录，证明父亲和于涵在1994年登记结婚。我们还找到了老张，请他出庭作证，讲述当年的真相。但李秀云那边的准备更充分，他拿出了父亲伪造离婚证的证据，证明父亲和于涵的婚姻本身就是非法的。他还拿出了当年于涵死亡的照片，证明于涵在1995年就已经去世，之后所有以于涵名义做的事情都是母亲冒名顶替。他甚至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医疗记录，证明父亲在1996年伪造了于涵的死亡证明，隐瞒了真相。法庭上，李秀云的律师步步紧逼。请问于兰女士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冒用你姐姐的身份？母亲坐在证人席上，声音很轻。1995年，我姐姐去世后。那你知不知道冒用他人身份是违法的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母亲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因为我答应我姐姐要照顾好她的家人，所以你就可以违法。律师咄咄逼人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冒名顶替，赵建国先生犯下了一系列违法行为，包括伪造证件、隐瞒死亡、财产欺诈。够了，我站起来，不许你这么说我爸。法官敲响法锤，原告方请坐下。我坐下来，看着母亲的背影，心里一阵刺痛。母亲用28年的时间守护着父亲的名誉，守护着这个家，但到头来，所有人都在指责他，说他是骗子，说他违法。没有人问他，这28年他是怎么过来的？没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放弃自己的身份，去假扮另一个人？没有人问他，他累不累？他苦不苦？他后不后悔？法庭休庭的时候，我走到母亲身边，握住她的手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母亲摇摇头，不是你的错。要不我们撤诉吧，那笔钱不要了。不行，母亲突然握紧我的手，念出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光明正大的做你的妈妈。现在我想试试，我想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是于兰，我是你和明远的妈妈。我看着他，眼泪掉下来。妈，别哭。母亲抹掉我的眼泪，妈妈不怕。1周后，法院开庭审理。法官宣读了调查结果，经查证，于涵于1995年因难产去世，死亡属实。赵建国在1996年伪造了于涵的车祸死亡证明，并注销了于涵的户籍。于兰自1995年起冒用于涵的身份生活，期间以于涵的名义抚养子女，管理财产。根据法律规定，于涵的财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。于涵无直系亲属，其财产应由其姐妹于兰继承。但鉴于于兰长期冒用于涵身份，涉嫌身份欺诈，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法官还没说完，母亲突然站起来。法官大人，我有话说。请讲。母亲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递给法官。
这是我姐姐于涵生前写的遗嘱，她在去世前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，并且授权我使用她的身份照顾她的孩子。法官接过文件，打开查看。我和赵明远对视一眼，都愣住了。姐姐的遗嘱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法官看完遗嘱，又仔细检查了上面的签名和指纹，然后抬起头。这份遗嘱的日期是1995年8月，也就是于涵女士去世前1个月。经鉴定，签名和指纹都属于于涵本人，遗嘱合法有效。根据遗嘱，于涵女士将其所有财产和身份使用权授予其姐妹于兰，因此于兰使用于涵身份的行为属于经授权的合法行为。法庭上一片哗然，李秀云脸色铁青，不可能，这份遗嘱是假的。经过鉴定，遗嘱真实有效。法官说，本庭宣判，于涵女士名下的财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于兰女士继承。法锤落下，我坐在原告席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母亲什么时候有了姐姐的遗嘱？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拿出来？散庭后，我追上母亲，妈，那份遗嘱是真的吗？母亲点点头，是真的。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因为我不想，母亲说，如果早点拿出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这28年一直在冒用姐姐的身份。我不想让你和明远被人指指点点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母亲说，李秀云欺人太甚，我不能再让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母亲把当年的事情又讲了一遍。原来姐姐在怀孕期间身体就一直不好，医生说她可能难产。姐姐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，就提前写好了遗嘱，把所有财产都留给母亲，并且授权母亲使用她的身份照顾她的孩子。你姐姐说，如果她死了，希望我能代替她，继续陪着你爸，继续做你的妈妈。母亲说，她说我长得和她一样，你爸看着我就好像他还活着。所以这28年，我一直假装成姐姐的样子。妈，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赵明远问。因为她爱你爸，母亲说，她怕自己死了，你爸会孤单，会痛苦，所以她希望我能代替他，继续陪着他。我的眼泪掉下来。原来从一开始，这就是姐姐的安排。她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所以提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让母亲代替她，继续守护这个家。妈，那你呢？我问，你愿意吗？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我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爱你爸。母亲说，我知道他爱的是我姐姐，不是我，但没关系，我愿意做他的影子，只要能陪着他就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山，脑子里反复回想母亲说的话。她愿意做姐姐的影子，只为了陪着一个不爱她的男人。这到底是爱还是执念？第二天，我去了父亲的墓地，墓碑上刻着父亲的名字，赵建国。我在墓前坐下，看着父亲的照片。爸，你知道妈妈这28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，讲母亲怎么假扮姐姐，怎么忍受李秀云的欺辱，怎么一个人承受所有委屈。爸，你爱她吗？风吹过，墓碑上的照片微微晃动，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个笑容，那个诡异的完成了某个使命的笑容。他给我看结婚证，是想让我知道什么？是想让我知道他和姐姐曾经有过一段合法的婚姻。
还是想让我知道母亲这28年的付出终于有了一个名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本结婚证是父亲留给母亲的最后一份礼物。即使上面写的名字是于涵，即使那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，但至少它证明了母亲这28年的付出不是毫无意义的。我站起身，深深鞠了一躬。爸，安息吧。我转身离开墓地，突然看到母亲站在不远处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，静静地看着我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来看看你爸，母亲说。我们一起走到墓前，母亲把花放在墓碑前，然后跪下来磕了3个头。老赵，我来看你了，他说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。他说完，站起身，抹掉眼泪。我们走吧。我扶着他往山下走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母亲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墓地。念初，你说我这28年值得吗？我握紧他的手，值得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说，因为有你，我和明远才能长大，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妈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。母亲的眼泪又掉下来，但这次她笑了。谢谢你，念初。我们继续往山下走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名字，但他们的付出会被记住一辈子。母亲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。那天晚上，我打开父亲保险柜里的那个小木盒，继续翻看里面的东西。在那些老照片下面，我看到了一封信。信封上写着念初亲戚，是父亲的笔记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打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信纸。信纸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，念初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但现在我想你应该知道真相了。你妈妈不是于兰，也不是于涵，你妈妈是……信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后面被撕掉了。我愣住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父亲说，母亲不是于兰，也不是于涵，那她是谁？我冲到母亲房间，把信递给她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母亲看到信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她盯着那张信纸，手在发抖，嘴唇翕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妈，你说话啊！我急了。母亲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恐惧。念初，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如果你知道了，母亲的声音在发抖，你会恨我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母亲闭上眼睛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念初，答应妈妈，别再查了，求你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一个连母亲都不敢说出口的秘密。而那个秘密被父亲藏在了那封未完成的信里。我拿着那封信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色。突然，我看到信纸的背面有一行被划掉的字，字迹很淡，但我还是能看出来，照片上的2个人其实都是。后面的字被墨水涂抹掉了，完全看不清。我的手在发抖，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。照片上的2个人都是谁？那张照片上明明是姐姐于涵和母亲于兰，但父亲为什么要说其实都是？我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，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可能。
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双胞胎姐妹？会不会于涵和于兰其实是同一个人？会不会这28年母亲演的戏不是假扮姐姐，而是假扮出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？我转身看向母亲，她正坐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不停地颤抖。妈，我的声音在发抖，照片上的2个人是不是？母亲突然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绝望。念初，别问了，求你了。但我已经无法停下来，我必须知道真相，即使那个真相会毁掉我对这个家的所有认知。我拿着那封信，一夜没睡。天刚亮，我就开车去了市立医院的档案室。我要查1995年于涵难产死亡的病历，我要确认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档案管理员是个老太太，听说我要查30年前的病历，皱起眉头。那么久的档案都在地下仓库，不好找。麻烦您了，这很重要。他叹了口气，带我下楼，进了一个堆满档案盒的房间。他在一排排档案柜前摸索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1995年的妇产科病历。于涵是吧？我找。他翻了10几分钟，突然停下来。奇怪，怎么了？这里有2份病历，都叫于涵，时间都是1995年8月。老太太说，但身份证号不一样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2份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他递给我2个档案袋。我打开第1份，病历上写着患者于涵，28岁，因难产入院，抢救无效死亡。我又打开第2份，上面写着患者于涵，28岁，剖腹产，母子平安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同一个名字，同一天，一个死了，一个活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重名吧，老太太说，那个年代医疗系统还不完善，经常有重名的情况。我盯着2份病历，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。第1份病历上，患者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3月12日。第2份病历上，患者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3月13日。只差1天。如果是双胞胎，出生日期相差1天是有可能的。但是第2份病历上注明母子平安，也就是说，第2个于涵生下了一个孩子。那个孩子是谁？我继续往下看，病历上写着新生儿，男，体重3.2公斤，健康，男孩。可是我和赵明远都是1993年和1995年出生的，时间对不上。那这个1995年8月出生的男孩是谁？我拿出手机给老张打电话。张叔，我问你，1995年我妈生孩子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女人也在医院生孩子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血液凝固了，所以是真的。对，老张说，那天医院里有2个孕妇，都叫于涵，一个是你姨妈，一个是你妈，她们都生了。你姨妈没生下来，大出血，人没了。你妈生了，是个男孩。我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男孩？那个男孩在哪里？被送走了。老张说，你爸不想让人知道你妈又生了个孩子，就托人把孩子送给了别人领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孩子，老张的声音变得很低，不是你爸的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孩子是你妈和别人生的。老张说，你爸知道后，气得差点没把医院掀了。但你姨妈刚好在那天死了，你爸就想了个办法，
让你妈假扮成你姨妈，对外说那个孩子是你姨妈生的，然后送走。可是你刚才说那个孩子被送走了。对，因为你爸不想养别人的孩子，老张说他让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，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。我挂了电话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原来母亲冒充姐姐，不仅仅是为了照顾我和弟弟，还是为了掩盖她和别人的孩子。那个孩子是谁的？母亲为什么要和别人在一起？我拿着2份病历冲回东山别墅，母亲正在花园里浇花，看到我，脸色变了变，念出你。我把病历狠狠拍在桌子上，这是什么？母亲看到病历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怎么找到的？妈，1995年8月，你生了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母亲没有回答，她坐下来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开始颤抖。那个孩子不是爸爸的，对不对？母亲点点头，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。那个孩子是谁的？我的声音都在发抖。母亲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绝望的悲哀。是我和你姨父的。我愣住了。姨父？什么姨父？你姨妈的丈夫。母亲说，在你姨妈去世前，他是你姨妈的丈夫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你是说姨妈嫁过人？对。母亲点点头。你姨妈和你爸在一起之前已经结过婚了，她有个丈夫叫陈默。陈默？对，陈默是你姨妈的第1任丈夫。母亲说，他们结婚3年，但一直没有孩子。陈默怀疑是你姨妈的问题，天天吵架，最后你姨妈受不了，离婚了。离婚后，你姨妈认识了你爸，2个人在一起了。但陈默一直不甘心，时不时来找你姨妈，威胁她，纠缠她。有一次，你姨妈被陈默打了，伤得很重，在医院住了1个月。我去医院照顾她，陈默也来了，他跪在病床前，求你姨妈原谅他，说他真的爱他，求他回来。但你姨妈不肯，她说她已经有了你爸，再也不会回去了。陈默听完，突然转头看向我，他说，既然你姐姐不要我了，那你呢？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然后呢？然后母亲闭上眼睛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她强迫了我。我的拳头狠狠砸在桌子上。他强奸了你。母亲点点头，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不敢报警，不敢告诉你爸，也不敢告诉你姨妈。我怕你姨妈会内疚，会觉得是她害了我。过了2个月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想打掉孩子，但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打胎可能会影响以后生育。我不敢告诉你爸，就一个人偷偷把孩子生下来了。正好你姨妈在那几天也要生孩子，我就跟她一起去了医院。但你姨妈难产，没救回来，我却顺利生下了那个孩子。你爸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他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，必须送走。我求他，但他不肯，他说如果我敢留下那个孩子，他就和我1刀2断。我没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孩子送走。母亲说到这里彻底崩溃，她趴在桌子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我站在那里，大脑一片混乱。原来母亲这28年不仅要假扮姐姐，还要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。原来她的隐忍和沉默，不仅是因为爱情，还因为那个永远无法说出口的秘密。妈，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母亲摇摇头，你爸把他送走之后，再也没有告诉我任何消息。我这28年每天都在想他，
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吃饱穿暖，有没有人疼爱他。他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。我坐在他身边，抱住他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这些。不，你该问。母亲说，念初，妈妈有件事想求你。什么事？帮妈妈找到那个孩子，好吗？母亲抓着我的手，眼神里带着祈求。妈妈想看看他，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哪怕只见一面也好。我点点头，好，我帮你找。接下来的2周，我开始四处打听，调查当年那个孩子的下落。我找到了福利院的档案，但档案上显示，那个孩子在1996年就被人领养了，领养人的信息已经封存，无法查询。我又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助理，他告诉我，父亲确实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，但后来又托关系把孩子转送给了一个有钱人家。那家人姓什么？好像姓陈。助理说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你爸当年做这件事非常隐蔽，连我都不知道详情。姓陈。我的心里突然有一个可怕的猜测，会不会那个领养孩子的人就是陈默？如果是陈默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陈默强奸了母亲，导致母亲怀孕，生下了他的孩子。父亲把孩子送走，但陈默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找到了孩子，然后把孩子领养了。这个可能性越想越大。我决定去找陈默，但问题是，我不知道陈默现在在哪里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我找到了当年姨妈和陈默的结婚档案，上面有陈默的身份证号和住址。那个住址已经是30年前的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人。我开车去了那个地址，是城郊的一个老小区，破败不堪，很多楼已经成了危房。我挨家挨户的问，终于有个老太太说，她记得陈默。陈默啊，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老太太说，当年他老婆跟他离婚，就是因为他家暴。后来他老婆再婚了，他气不过，就去骚扰人家，最后还打伤了人，被判了刑。那他现在呢？出狱后就搬走了，好像去了南方。老太太说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我又花了1周时间，终于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陈默的下落。他现在住在一个南方的小城市，开了一家小餐馆，生意一般，一个人生活。我订了机票，飞过去。餐馆在一条老街上，门脸很小，装修简陋。我走进去，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正在擦桌子，他的头发有些花白，脸上布满皱纹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。请问你是陈默吗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愣了一下。你是？我是赵念初，赵建国的儿子。陈默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问你，1995年，你是不是领养了一个男孩？陈默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然后摇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个男孩是我妈妈于兰生的，我说，我想找到他。陈默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坐下来。是，我领养了那个孩子，他说，但那是我的儿子，不是你的。他在哪里？他死了。陈默说，声音很平静，但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什么时候？5年前，白血病。陈默说，我倾家荡产给他治病，但还是没救回来。我坐下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那个孩子，我母亲苦苦寻找了28年的孩子，已经死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陈宇。陈默说，
我给他取的名字，希望他能有广阔的天空。他生前过得好吗？还不错，陈默说，我虽然穷，但我尽力了。他上了大学，学的是医学，本来有很好的前途，但病得太突然了。陈默说着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我对不起他，我没能保护好他。我看着这个男人，突然觉得他很可怜。他年轻的时候犯了错，伤害了很多人，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他用后半生的时间养育了那个不属于他的孩子，最后又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。你能给我看看他的照片吗？陈默犹豫了一下，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穿着白大褂，戴着眼镜，笑得很阳光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他长得很像母亲，有着和母亲一样温柔的眼神。我能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妈妈吗？陈默点点头。我保存了照片，站起身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养育了他。陈默摇摇头，我没做什么，是他让我的后半生有了意义。我离开餐馆，坐在路边，给母亲发了那张照片。过了很久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她的声音在发抖。念初，这是妈，这是你的儿子陈宇。我说他过得很好，上了大学，学了医，是个很优秀的孩子。我没有告诉他陈宇已经去世了。我不忍心让他知道，他苦苦寻找了28年的孩子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至少让他有个念想，让他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一个他的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。电话那头，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。谢谢你，念初，谢谢你。我挂了电话，坐在路边，看着远处的夕阳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个家的秘密比我想象中更沉重，更残酷。但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，那封未完成的信，父亲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说，母亲不是于兰，也不是于涵。那他是谁？我回到家，继续翻看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。我把那个小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出来，一件一件检查。照片、信件，还有一些发黄的纸条。突然，我在盒子底部摸到了一个夹层。我用刀片撬开夹层，里面掉出一个 U 盘。U 盘很旧，外壳已经磨损了。我把 U 盘插进电脑，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里有一个视频文件。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一间病房，病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脸色苍白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。那是姨妈于涵。镜头摇晃了一下，父亲的声音响起：涵涵，你听得到吗？于涵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镜头，嘴唇动了动，但发不出声音。医生说你时间不多了，父亲的声音在发抖。我想给你录一段视频，以后给孩子看。于涵的眼泪流下来。建国，对不起，他的声音很微弱，我没能给你生孩子。别说这个，父亲说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建国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的，我会的。还有，于涵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认真。我走了之后，让兰兰代替我，好不好？父亲沉默了几秒。你说什么？兰兰，我妹妹。于涵说，她长得和我一样，你让她假扮成我，继续陪着你，好不好？涵涵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你孤单。于涵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兰兰，她也喜欢你，她愿意代替我，可是求你了，建国。于涵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让兰兰代替我，这样我就能
一直陪着你。父亲没有再说话，镜头摇晃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画面突然中断了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姨妈让母亲假扮她的。原来母亲这28年的隐忍，不仅是因为爱，还是因为姐姐的遗愿。但视频还没有结束，画面重新亮起，这次是另一个房间。镜头对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着一份文件。父亲的手伸进画面，翻开文件，上面写着 DNA 亲子鉴定报告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父亲的声音响起，我要知道真相。他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，上面写着委托人赵建国，被检测人于涵、于兰。检测结果，经 DNA 检测，于涵与于兰不存在双胞胎关系，相似度仅为 42%， 不符合近亲血缘特征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不存在双胞胎关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双胞胎？视频继续播放，我不敢相信这个结果，父亲的声音很沉重。于涵和于兰长得一模一样，但 DNA 检测显示他们不是双胞胎，甚至不是姐妹。我去查了他们的户籍档案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于涵是1967年3月12日出生，户籍地在本市，但于兰的出生日期是1967年3月13日，户籍地在外省的一个小县城。如果他们是双胞胎，应该在同一个地方出生，但他们的出生地相隔2000公里。我继续调查，找到了于兰当年的出生证明。出生证明上写得很清楚，于兰是孤儿，被父母遗弃在医院门口，后来被福利院收养，成年后改名于兰。而于涵是本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儿，父母都健在，所以于涵和于兰根本不是姐妹，她们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陌生人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腔。如果母亲和姨妈不是双胞胎，那他们为什么长得那么像？父亲的声音继续响起。我问了于兰，她说她是在20岁的时候偶然在街上遇到了于涵，那时候路人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，两个人也觉得很神奇，就成了好朋友。于涵说，既然我们长得这么像，不如干脆做姐妹吧，就当是老天给我们的缘分。于是两个人约定，于涵是姐姐，于兰是妹妹，从此以姐妹相称。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盯着屏幕，大脑里一片混乱。原来母亲和姨妈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姐妹，她们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陌生人，因为一次偶遇，决定假扮成姐妹。那母亲这28年的付出还有意义吗？她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的遗愿，放弃了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的名字，甚至自己的孩子。这到底是爱还是愚蠢？视频还在继续。韩寒去世后，我让于兰代替他，假扮成韩寒继续生活。父亲说，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我无法接受韩寒离开的事实。每次看到于兰，我就觉得韩寒还活着，还在我身边，但我心里知道他不是韩寒。韩寒温柔开朗，而于兰小心翼翼拘谨。韩寒喜欢唱歌，于兰却五音不全。韩寒爱吃甜食，于兰却对糖过敏。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，性格、习惯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。但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要一个和韩寒长得一样的人陪在我身边。我自私，我残忍，我让于兰放弃了她自己，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这28年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，他愿不愿意，他痛不痛苦，他后不后悔。我只是一味的要求他假装成韩寒，说韩寒会说的话，做韩寒会做的事。我毁了他的一生。父亲的声音变得哽咽。念初，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，请替我向你妈妈道歉，告诉她我对不起她，告诉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没能娶韩寒，而是没能好好爱她，告诉她。父亲的声音突然中断了，画面也戛然而止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原来父亲早就知道真相，他知道母亲和姨妈不是双胞胎，他知道母亲这28年有多痛苦，他知道他亏欠了母亲一生，但他到死都没有告诉母亲这些话。他把这些话录进视频里，藏在保险柜的 U 盘里，希望有一天我能替他说出来。我关掉电脑，拿起 U 盘，开车去了东山别墅。母亲正在客厅里，手里拿着陈宇的照片，眼泪无声的流。妈，我走到她身边，坐下来。念初，你说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？母亲问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很好，他一定过得很好。那就好，母亲说，只要他幸福，我就心安了。我把 U 盘递给他，妈，这是爸留给你的。母亲愣了一下，接过 U 盘，这是什么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母亲把 U 盘插进电脑，点开视频。她看着屏幕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看到父亲说我对不起他，他突然捂着嘴，肩膀剧烈的颤抖。看到父亲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好好爱他，他终于崩溃，趴在桌子上痛哭。我坐在他身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妈，爸爸其实一直都知道，他知道你有多不容易，他知道他亏欠了你。母亲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模糊了他的脸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吧。我说他爱你，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。他爱我。母亲苦笑，他爱的是于涵，不是我。不，我说妈，他爱的是你，只是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母亲摇摇头，念出你不懂。我懂。我说妈，这28年你一直假装成姨妈的样子，你以为爸爸爱的是姨妈，但其实爸爸早就发现你们不一样了。他知道你是你，不是姨妈，但他还是选择和你在一起，这说明他爱的就是你。母亲愣住了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说妈，你这28年一直活在姨妈的影子里，你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自己。现在是时候做回于兰了。母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念初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忘记于兰是什么样子了。那我们一起找回来。我说妈，你喜欢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你有什么梦想？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我喜欢画画。那就去画。我想学钢琴。那就去学。我想去旅行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我陪你去。母亲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，但这次她笑了。谢谢你，念初。那天晚上，母亲拿出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她年轻时候的东西，旧衣服、旧照片，还有一本日记。她翻开日记给我看，这是我20岁的时候写的，那时候我刚认识你姨妈。日记上写着，今天遇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，她叫于涵。我们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，互相看着对方，都觉得像照镜子。她说，我们做姐妹吧，我是姐姐，你是妹妹。
我答应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有姐姐了。我看着这段日记，心里一阵酸涩。母亲当年一定很孤独，所以才会那么珍惜这个姐姐，甚至愿意为她放弃一切。妈，你后悔吗？我问。母亲摇摇头，不后悔。如果没有你姨妈，我也遇不到你爸，也不会有你和明远。可是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付出也是一种得到。母亲说，念初，你要记住，爱一个人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而是因为你想爱。我看着母亲，突然明白了她这28年为什么能坚持下来。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，她只是单纯的爱着，守护着，奉献着。这种爱太沉重，太伟大，也太让人心疼。那天晚上，我陪着母亲看完了所有的老照片，听她讲那些关于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她说，年轻的时候，她想当一名画家，但家里穷，供不起她学画。她说，她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个画展上，父亲站在她的画前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她说，她以为父亲喜欢她，但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喜欢的是姨妈。她说，她曾经想过离开，但姨妈拉着她的手说，你别走，我们是姐妹，要永远在一起。她说了很多很多，我静静的听着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母亲的一生就是一部牺牲的历史，她为了姨妈，为了父亲，为了我和弟弟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身份，自己的名字，甚至自己的孩子。她活得太卑微，太痛苦，但她从来没有怨言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母亲不仅是我的妈妈，还是一个曾经有梦想、有追求、有自我的女人。而那个女人在28年前就已经死了。3天后，李秀云又来闹事了。她带着律师直接闯进东山别墅，说要收回房子。这栋别墅是公司资产，现在公司归我儿子管，你于兰没有任何权利住在这里。母亲站在楼梯口，平静地看着她。这栋别墅是老赵当年送给于涵的，现在于涵已经去世，按照法律应该由于涵的继承人继承。于涵的继承人，李秀云冷笑，于涵早就死了，他哪来的继承人？母亲说，我是于涵的妹妹，我有权继承他的遗产。你，李秀云的声音尖锐刺耳，你和于涵根本不是姐妹，你们的 DNA 检测报告我都看过了，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你怎么会有 DNA 检测报告？你以为你很聪明？李秀云得意的笑，老赵生前做过检测，我早就拿到报告了。你和于涵不是双胞胎，甚至不是姐妹，你们只是2个长得像的陌生人，所以你没有任何权利继承于涵的遗产。母亲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惨白。于兰，你这个骗子！李秀云指着母亲的鼻子骂，你假扮于涵28年，骗了所有人，你以为你能一直骗下去吗？够了！我冲到母亲前面，挡住李秀云。李秀云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李秀云冷笑，我只是在维护我的权利。这栋别墅是老赵公司的资产，现在应该归我儿子所有。这栋别墅的产权证上写的是于涵的名字。我说，不管他和我妈有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栋别墅都是于涵的遗产，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。法定继承人？李秀云嘲讽的笑，于涵没有父母，没有子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他哪来的法定继承人？一个陌生的男声响起。我们都转过头，
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。他穿着得体的西装，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，神色冷峻。你是谁？李秀云问。我叫陈宇，男人说，我是于涵的儿子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陈宇？可是陈宇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陈默明明说他5年前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。你胡说！李秀云尖叫。于涵根本没有儿子，他当年难产，孩子没保住。你错了，陈宇说，我就是那个孩子，我没有死，我活下来了。他打开公文包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我的出生证明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，我的母亲是于涵，出生日期是1995年8月15日。他又拿出一份 DNA 检测报告，这是我和于涵的 DNA 对比报告，证明我和于涵有母子关系。我接过文件，快速浏览了一遍，文件是真的，日期、签名、盖章都齐全。可是陈默说你死了，我喃喃道。陈默？陈宇皱了皱眉。你见过陈默？对，我去南方找过他，他说你5年前因为白血病去世了。陈宇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那不是我，那是另一个孩子，也叫陈宇。什么意思？陈默当年领养了2个孩子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福利院的另一个男孩，我们都叫陈宇。陈宇说，后来那个男孩得了白血病，陈默倾家荡产给他治病，但还是没救回来。而我在成年后就离开了陈默，去了国外读书，后来留在国外工作。直到最近，我才知道我的身世，知道我的生母是于涵。他看向母亲，您就是于兰，对吗？母亲点点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你真的是陈宇？是的，陈宇说，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，但我是于涵的儿子，按照法律，我有权继承他的遗产。他转向李秀云，所以这栋别墅应该归我所有。李秀云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不可能，于涵当年难产，孩子根本没活下来。你错了，陈宇说，当年医院的记录确实显示于涵的孩子没保住，但实际上那个记录是假的，是有人篡改了病历。谁？赵建国。陈宇说，他为了掩盖真相，篡改了病历，对外宣称于涵的孩子没活下来，然后把我偷偷送走了。但他没想到我会活下来，会长大，会回来找他。陈宇说着，从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当年的真实病历，是我托人从医院档案室找到的。上面清楚地写着，于涵剖腹产，母子平安，新生儿健康。他把病历递给李秀云，你可以自己看。李秀云接过病历，看完后脸色变得煞白。这不可能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陈宇说，李女士，你这些年一直在敲诈赵建国，用于涵的死威胁他，拿走了他大量的财产，现在是时候吐出来了。你胡说。我没有胡说。陈宇拿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赵建国这些年给你的转账记录，总计2300万。按照法律，这些钱都是非法所得，你必须归还。李秀云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我不还。那我们法庭见。陈宇说，李女士，我在国外做了10几年律师，专门处理继承纠纷案件。我保证，这个官司你赢不了。李秀云看着陈宇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最后他狠狠地跺了跺脚，转身离开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母亲看着陈宇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你真的是我的孩子？陈宇愣了一下，
您是说我是于兰？母亲说，但我也是你的母亲。什么意思？母亲深吸一口气，把当年的事情讲了出来。她说，于涵当年难产去世，她正好在同一家医院生下了陈宇。她说，赵建国为了掩盖真相，把于涵的死和陈宇的出生联系在一起，对外宣称陈宇是于涵的儿子，然后把陈宇送走了。他说，他这28年一直在找陈宇，一直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。陈宇听完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所以，我不是于涵的儿子，而是您的儿子。母亲点点头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下来。对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是我亲生的儿子。陈宇的眼眶瞬间红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扶着墙壁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这不可能！宇，母亲走上前，想要抱住他，但陈宇躲开了。别碰我！他的声音在发抖。你说我是你的儿子，那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为什么让别人把我送走？为什么28年都不来找我？母亲说不出话来。你知不知道我这28年是怎么过的？陈宇的眼泪掉下来。我在福利院长大，被人欺负，被人嘲笑，没有人疼，没有人爱。后来被陈默领养，他天天喝酒，天天打我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？为什么不要我？宇，别叫我宇！陈宇吼道，你没有资格。他说完，转身离开了别墅。母亲想要追出去，但我拦住了他。妈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母亲瘫坐在地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念初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是不是不该让他知道真相？没有，我抱住他。妈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当年的环境，错的是爸爸，错的是这个残忍的世界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灯火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陈宇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所有计划。他声称自己是于涵的儿子，有权继承于涵的遗产，但实际上他是母亲的儿子。如果这个秘密被揭开，会发生什么？母亲会被指控隐瞒身份、欺诈继承吗？陈宇会被剥夺继承权吗？还是说一切会变得更加混乱？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陈宇的号码。陈先生，我是赵念初，我想和你谈谈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在哪儿见？明天上午10点，镜湖咖啡馆。好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到了咖啡馆。陈宇已经在那里等我了，他坐在角落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杯黑咖啡，一口都没喝。陈先生，我坐下来。叫我陈宇就行，他说，我们是兄弟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兄弟？我愣了一下。对，我是你妈的儿子，你也是，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。陈宇说，声音很平静，但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陈宇，我想知道你回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陈宇看着我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我想要一个家。什么？我这28年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。陈宇说，陈默虽然养育了我，但他一直把我当成负担，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，能有一个真正的家，那该多好。所以当我知道我的身世，知道我的生母是于涵，我就回来了。但我没想到，我的生母不是于涵，而是于兰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。赵念初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听到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恨谁了。我恨赵建国，因为他抛弃了我；我恨于兰，因为他没有保护好我。
但我更恨我自己，因为我活了28年，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酸涩。陈宇，妈妈当年也是没有办法，我知道。陈宇打断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，我知道他这28年也很痛苦，但这不能改变事实，不能改变我被抛弃的事实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陈宇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我想要一个道歉。道歉？对，我想让于兰亲口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是我当年没有保护好你。陈宇说，然后我会原谅他，我会认他做母亲，我会回到这个家。但前提是他必须真心实意的道歉，不是因为愧疚，不是因为责任，而是因为爱。我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我会转告他的。还有一件事，陈宇说，关于遗产继承的事，我希望能和平解决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放弃于涵名下的所有遗产，陈宇说，因为那些遗产本来就不属于我，我不是于涵的儿子。但作为交换，我希望能得到赵建国留给我的那份遗产。爸爸留给你遗产了？对。陈宇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赵建国生前写的另一份遗嘱，他把公司10%的股份留给了陈宇。我接过文件，上面确实写着将公司10%的股份留给陈宇，以弥补当年的过错。爸爸知道你的存在？他一直知道，陈宇说，他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关注我，甚至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偷偷资助过我。只是我当时不知道那笔钱是谁给的，直到他去世后，律师联系我，我才知道那个一直默默关注我的人就是我的父亲。我的眼泪突然掉下来。原来父亲一直都知道陈宇的存在，一直在默默弥补当年的过错。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愧疚和爱。陈宇，我代表我爸爸向你道歉。我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。陈宇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站起来，扶住我。不用道歉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可是赵念初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陈宇说，受害者不应该互相伤害，而应该互相理解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回去吧，告诉于兰，如果她愿意，我随时可以回家。那天晚上，我把陈宇的话转告给了母亲。母亲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念初，你说我该怎么道歉？真心实意的说出来。我说，妈，你这28年承受了太多，现在是时候放下了。母亲点点头，站起身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天，母亲打电话给陈宇，约他来东山别墅。陈宇来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在花园里等着了。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，没有化妆，头发随意的披在肩上，看起来比平时苍老了许多。宇，母亲看到陈宇，眼泪立刻掉了下来。陈宇站在她面前，没有说话。宇，对不起，母亲说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是妈妈让你受苦了。妈妈这28年，每天都在想你，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人疼爱你，有没有吃饱穿暖。妈妈知道，说这些已经晚了，但妈妈还是想让你知道，妈妈从来没有不要你，妈妈一直都爱你。母亲说着，跪了下来。宇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陈宇的眼泪突然掉下来，他蹲下身，扶起母亲。妈，他的声音哽咽了，说不下去。母亲抱住他，两个人都哭得浑身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看着这一幕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。28年的分离，28年的思念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那天，陈宇决定留下来，
回到这个家。他说他不在乎遗产，不在乎名分，他只想有一个家，有一个真正爱他的母亲。母亲听完，哭得不能自已。那天晚上，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里聊了很久很久。陈宇讲了他这28年的经历，讲了他在福利院的日子，讲了他被陈默领养后的生活，讲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母亲听着，眼泪一直没有停过。宇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别说了。陈宇握住母亲的手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母亲点点头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母亲最真实的笑容，不是假扮于寒时的拘谨，不是面对父亲时的小心翼翼，而是一个母亲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时发自内心的幸福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28年的隐忍，28年的痛苦，28年的付出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更大的真相还藏在黑暗里，等待着被揭开。1周后，我接到民政局的电话，说关于父亲和于涵的婚姻登记，需要我去做一个笔录。我赶到民政局，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文件。赵先生，我们在核查档案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1994年，你父亲赵建国和于涵登记结婚的时候，提交了一份离婚证明，证明他和李秀云已经离婚。但我们查阅了档案，发现赵建国和李秀云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到2023年，也就是你父亲去世的那一年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份离婚证明是假的。工作人员说，根据法律，如果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，那么婚姻登记本身就是无效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父亲和于涵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。我的心脏狠狠一跳。无效？对，工作人员说，而且根据婚姻法，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，构成重婚罪。你父亲和于涵都涉嫌重婚，但于涵已经去世了，他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你父亲虽然也去世了，但他生前的违法行为会影响到遗产的处理。怎么影响？如果法院认定你父亲犯了重婚罪，那么他名下的部分财产可能会被罚没。工作人员说，而且李秀云作为合法配偶，有权要求追回赵建国给于涵的所有财产。我走出民政局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如果父亲和于涵的婚姻无效，那母亲这28年的付出还有意义吗？如果于涵的所有财产都要被追回，那东山别墅、那些存款，甚至陈宇继承的那些遗产，都要还给李秀云吗？我拿出手机给律师打电话。陈律师，我想咨询一下，如果法院认定我爸犯了重婚罪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律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后果很严重。首先，赵建国名下以于涵名义持有的所有财产，包括房产、存款、股份，都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所得，需要归还给李秀云。其次，如果李秀云追究责任，你母亲于兰作为于涵的假扮者，也可能被认定为共犯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最后，陈宇作为继承人，如果继承的财产来源非法，也可能会被追回。总之，一旦重婚罪成立，你们一家都会受到牵连。我挂了电话，整个人瘫坐在车里。原来，那本结婚证不是父亲留给母亲的礼物，而是一颗定时炸弹。
他的存在不仅不能证明母亲的身份，反而会把母亲推入深渊。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我开车回到家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陈宇。母亲听完，脸色变得煞白。所以我们要失去一切了？不一定，陈宇说，如果我们能证明于涵和赵建国的婚姻是基于真实感情，并非故意重婚，法院可能会从轻处理。怎么证明？需要找证人，还有当年的证据。陈宇说，念初，你还记得你父亲保险柜里的那些东西吗？我点点头，记得，还有一些照片和信件。我们去找找看，也许能找到有用的证据。我们3个人回到父亲的书房，打开保险柜，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翻了出来。照片、信件、日记，我们一件一件的看。突然，陈宇拿起一个旧信封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。这是什么？我接过那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建国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事情被发现了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逃避，勇敢的面对。我知道，我和你在一起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你有妻子，有家庭，而我只是一个外人。但我从来不后悔，这几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。如果法律要惩罚我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但我有一个请求，求你照顾好兰兰，照顾好孩子，不要让他们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伤害。爱你的，韩寒。看完这封信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原来姨妈早就预料到了今天，早就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。这封信可以证明，于涵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，但他愿意承担责任。陈宇说，这说明他和赵建国的婚姻虽然违法，但出于真实感情，并非恶意欺诈。这能减轻处罚吗？能。陈宇说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主张，赵建国在伪造离婚证的时候，是为了给于涵一个名分，是出于爱，而不是为了财产。但问题是，李秀云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母亲说，她这些年恨透了我，恨透了你爸，她一定会追究到底。那就让她追究。陈宇说，妈，您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们。母亲看着陈宇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宇，谢谢你。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陈宇握住母亲的手，您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们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3个人商量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主动向法院提交材料，说明当年的情况，请求法院从轻处理。2周后，法院开庭审理。李秀云的律师在法庭上步步紧逼，要求追回所有财产，并且要求于兰承担法律责任。法官大人，于兰明知赵建国有配偶，还与其同居，并且假扮于涵28年，骗取财产，严重违反了法律。我方要求追回赵建国给于涵的所有财产，包括东山别墅、存款、股份，总计约5000万。同时，我方要求于兰承担共犯责任，处以罚款和刑事处罚。陈宇站起来反驳道，法官大人，首先，于兰并非共犯，他只是于涵的替身，是赵建国要求他假扮于涵的，他本人并无主观恶意。其次，于涵和赵建国的婚姻虽然违法，但出于真实感情，并非恶意欺诈。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最后，赵建国给于涵的财产并非赠与，而是共同财产。根据婚姻法，虽然婚姻无效，但双方在一起期间获得的财产
应视为共有财产，双方都有权继承。法官听完双方陈述，沉思了很久，然后宣布休庭。1周后，法院作出判决，经审理查明，赵建国与于涵的婚姻登记因提供虚假材料，属于无效婚姻。但鉴于双方确系真实感情，并非恶意欺诈，且于涵已经去世，不再追究刑事责任。关于财产分割，东山别墅、存款等财产由于涵的法定继承人继承。但鉴于于兰假扮于涵28年，涉嫌欺诈，处以罚款100万，并要求归还部分财产给李秀云。最终，东山别墅归陈宇所有，存款的60%归陈宇，40%归李秀云。判决下来后，李秀云虽然拿回了一部分财产，但并不满意。他在法庭上指着母亲骂：“于兰，你这个骗子，你害了我一辈子。”母亲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李女士，您也拿了我爸2300万，我们还没找您算账呢。我说。李秀云的脸色变了变，最后恨恨地说：“你们等着，这是没完。”他说完，转身离开了法庭。我们走出法院，母亲突然停下来，看着远处的天空，念出：“你说这一切都值得吗？”我握住她的手：“值得，妈，您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。”做回自己，母亲喃喃道：“我都忘记自己是什么样子了。”那我们一起找回来。陈宇说：“妈，从今天起，您不用再假装了，不用再隐藏了，您就是于兰，您就是我们的妈妈。”母亲看着我和陈宇，眼泪又掉下来，但这次她笑了。谢谢你们。那天晚上，我们3个人坐在东山别墅的花园里，看着满天的星星。母亲说，她想重新开始，想去学画画，想去旅行，想做所有她年轻时想做但没做的事。陈宇说，他会辞掉国外的工作，回来陪母亲，弥补这28年的缺失。我说，我会一直陪着他们，守护这个家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挣扎都值得了，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做回自己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，可以不再隐藏，不再假装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更大的秘密还藏在黑暗里。那个秘密会彻底改变我对这个家的所有认知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一封陌生的邮件。邮件没有署名，只有一个附件，是一份 DNA 检测报告。我点开附件，看到报告上写着委托人匿名，被检测人 A 赵念初，被检测人 B 赵建国。检测结果，经 DNA 检测，赵念初与赵建国不存在父子关系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不存在父子关系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立刻给发件人回信：你是谁？这份报告是真的吗？几分钟后，我收到回复：报告是真的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来镜湖公园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我开车去了镜湖公园，公园里很安静，只有几个老人在晨练。我按照邮件的指示，走到湖边的长椅，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那里。那是李秀云。是你？我愣住了。是我。李秀云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为什么是你？因为我知道真相。李秀云说，一个你们都不知道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李秀云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递给我。你自己看吧。我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有一份出生证明，还有一张老照片。出生证明上写着
新生儿赵念初男，母亲于涵，父亲陈默。出生日期1993年9月8日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不是赵建国的儿子。李秀云说你是陈默和于涵的儿子。不可能，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我妈明明说你妈说的都是假的。李秀云打断我，于涵和陈默离婚后还保持着联系，甚至还在一起过。1993年，于涵怀孕了，孩子是陈默的，但她不想让陈默知道，就谎称孩子是赵建国的。赵建国当时不知道真相，以为孩子真的是他的，就接受了你。但后来他起了疑心，做了 DNA 检测，发现你不是他的儿子。可是他没有说出来，因为他爱于涵，他愿意为于涵养育你。我的眼泪掉下来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你骗我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李秀云冷笑，那你去做 DNA 检测，看看结果是什么。我拿着那份出生证明，跌跌撞撞地走出公园。我不相信，我不能相信。如果我不是父亲的儿子，那我这30年到底算什么？我开车去了医院，做了 DNA 检测。1周后，结果出来了。报告上写着，赵念初与赵建国不存在父子关系，侵权概率为0。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原来我真的不是父亲的儿子，原来我是陈默的儿子，原来我这30年一直活在谎言里。我拿着报告回到家，把所有东西都翻了出来，想找到更多证据。最后我在父亲的日记里找到了答案。日记上写着1996年3月15日，晴。今天我终于知道真相了。念初不是我的儿子，他是陈默的。韩寒骗了我，他一直骗了我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把念初送走吗？可是我做不到，他叫了我3年爸爸，我怎么能抛弃他？而且韩寒已经死了，如果我把念初送走，他会没有家，没有父亲，没有任何人爱他。我不能这么做。我决定继续把念初当成我的儿子，给他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生活。我会爱他，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因为他是韩寒的儿子，而我爱韩寒。看完这段日记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原来父亲早就知道了，但他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继续爱我。他用他的方式弥补了于涵的谎言，守护了我的童年。我拿着日记找到母亲，妈，我想知道真相。母亲看到日记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念初，妈，我是不是爸爸的儿子？母亲闭上眼睛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对，你不是。那我是谁的儿子？你是陈默的，母亲说，但我不是故意骗你爸的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。什么意思？因为那段时间，你爸和陈默都和我和你姨妈在一起过，母亲说，你姨妈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她以为是你爸的，就没多想。后来你爸做了 DNA 检测，发现你不是他的，但他没有说出来，他选择了继续爱你。可是你姨妈知道真相后非常愧疚，她觉得自己骗了你爸，觉得对不起他，所以她在临死前让我假扮他，继续陪着你爸，继续照顾你，作为他的赎罪。我听着这些话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所以我这30年活在谎言里。念初，不是谎言。母亲抓着我的手，你爸爸真心爱你，他把你当成亲生儿子，他为你付出了一切。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。血缘不代表一切。
母亲说，念初，你爸爸养育了你30年，他教你走路，教你说话，送你上学，陪你长大，他就是你的父亲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我看着母亲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妈，那我的亲生父亲呢？陈默呢？他知道我的存在吗？他不知道。母亲说，陈默一直以为你是你爸的孩子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。那我要不要去找他？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念初，这是你的决定，妈妈不能替你做主。但妈妈想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妈都会支持你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灯火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我要不要去找陈默？我要不要告诉他，他有一个30岁的儿子？我要不要承认，我不是赵建国的儿子？这些问题像一把把刀，狠狠地扎在我心上。最后，我决定去见陈默一面。我订了机票，飞到南方的那个小城市，走进陈默的餐馆。陈默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是你，上次那个小伙子？是我。我坐下来，陈默先生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是你的儿子。陈默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扶着桌子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你说什么？我叫赵念初，1993年9月8日出生，母亲是于涵。我说，我做了 DNA 检测，我不是赵建国的儿子，我是你的。陈默坐下来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开始颤抖。怎么会这样？陈默先生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突然，但这是事实。我说，我不是来找你认亲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有一个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过得很好。陈默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。念初，你恨我吗？我不恨你，我说，你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你没有错。可是我当年伤害了于涵，伤害了于兰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说，陈默先生，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原谅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父亲，也就是赵建国，他教会我，爱和宽恕比恨更有力量。我说，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他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他对我的爱，所以我也想用这种爱去原谅你，去原谅所有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。陈默听完，放声大哭。念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陈默先生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转身离开餐馆，走在街上，突然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血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谁真正爱你，谁真正陪伴你，谁真正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赵建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他就是我的父亲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陈宇。陈宇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哥，你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说，爸爸用他的一生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，这比血缘重要得多。母亲抱住我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念初，你真的长大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3个人坐在花园里聊了很久很久。母亲说，她想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，让更多人知道，爱不仅仅是占有，更是奉献和牺牲。陈宇说，他想在国内开一家律师事务所，专门帮助那些在家庭纠纷中受伤的人。我说，我想继承父亲的公司，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。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父亲的爱，延续着这个家的精神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，
他一直在我们心里，陪伴着我们，守护着我们。而那本结婚证不是谎言，不是欺骗，而是父亲对母亲、对姨妈、对这个家最深沉的爱。5年后，我站在父亲的墓前，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。母亲在3年前去世了，死于心脏病，走得很平静。他临终前握着我和陈宇的手，说，念出明远、雨雨，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你们。妈妈不后悔，妈妈很幸福。他说完就闭上了眼睛。我把花放在3块墓碑前，跪下来磕了3个头。爸妈姨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陈宇和弟弟赵明远。赵明远从国外赶回来，专门来祭拜父母。我们3个人并排站在墓前，沉默了很久。哥，你说他们现在在一起了吗？赵明远问。我相信他们在一起了，我说，爸爸和姨妈还有妈妈，他们终于不用再隐藏，不用再假装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陈宇点点头，是啊，他们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。我们在墓前站了很久，直到夕阳西下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到墓碑旁边多了一束野花。我走近一看，野花旁边有一张字条，韩寒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那么久。默是沉默。我转过头，看到远处的山坡上，一个孤独的身影慢慢走远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，也没有谁是真正的输家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，去守护，去赎罪。而那些爱，那些牺牲，那些痛苦，最终都化成了这一抔黄土，永远的埋在了这座山里。离开墓地的时候，我的女儿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。爸爸，姥姥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蹲下来，看着女儿的眼睛，因为爱有时候就是放下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有时候爱一个人，不是要占有他，而是要成全他，哪怕要牺牲自己。那姥姥幸福吗？幸福，我说，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这个家，守护了我们。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我牵着女儿的手走下山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回头看去，3块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像3个守护者，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，守护着那些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。而我知道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这些故事都会被铭记，这些爱都会被延续，因为这就是人生，有遗憾，有痛苦，有欺骗，也有牺牲，但最终爱会战胜一切。全文完。